之前是牡丹任性了，各位寒人怀义，不离不弃，牡丹感念于心，定不会再辜负大家。花满柱和青书斋的合同契，贵方平帖，原封不动的在这儿。我和小春大夫商量过了，牡丹，你还是我们的店主。此行归来，我已心生，这生意我定会带着大家越做越好的。好。我与各位一样，都经历过世道之苦，亦受过他人之恩，这才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。如今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，我何为芳不愿做无用之人。我想担得起这圣人所赐，无论是无名女子，还是工匠商贾，只要他能够济弱扶倾，安民报国，便不负华年，当成国色。各位与我是一家人，我想告诉大家，如今我的志向已变，还请大家能够支持我，同我一起。可是我们这等微末之人，又身无长物，如何能报国啊？咱们种的花可以入药，咱们赚的钱可以济贫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积善成德，便是报国。牡丹，你是店主，无论做什么都不必与我们商量。但牡丹把我们当成自己人，还知会我们一声，我们自然愿意跟着店主干。日后店铺和方圆照常营业，积善之业所用的钱帛，皆从我个人账上扣除，大家的月钱绝对不会少一文。等新产业做起来后，用到各位之时，我亦会按劳分钱。我相信牡丹不会亏了大家的，只是店主，你这一路走来吃了那么多苦，辛苦赚的钱都要相助他人吗？大娘是心疼你，为了美名苦了自己，不太实惠啊。我非圣贤，我做的这些也不单单是为了他人。大娘，您家原来有几亩良田，后来被当官的占了去，您没有办法，只能带着儿子去富商和官吏家里做工。您的大郎不小心打碎了县尉家的瓷器，对方让他赔，他赔不出，这县尉便诬陷他偷盗。你们母子分离至今，皆是因为贪官当道。各位，只有世道越来越好，咱们的日子才能越来越好，大家才能有闲情逸致于这方圆一隅去欣赏牡丹无用之美。我明白了，我愿随店主一起。等日后世道好了，我儿子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也愿随店主一起。我也愿随店主一起。我也愿意。多谢各位。新铺面看得如何？已经选好了，选在了西市。你可想好了？长安最不缺的呀，就是医馆药肆。你的店如何与之一竞啊？如今这百姓看病啊，用药实在是太过于名贵，百姓看得起病，却吃不起药。于是我跟小春研究了古方，我们找到了一些有同样疗效但是低价的药材，拟了新的药方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每旬还会设义诊。至于药材嘛，按照成本价售出，家中困难者亦可赊账。药材的种植与运输、存放与售卖，与你经营的花卉不同。慎县那边的开支也不小，你的本金可充裕。你想投钱助我啊？这种济民报国之事，我自当出一份力。既然是行善，怎能用旁人的钱呢？你放心吧，如今我的铺子进账颇丰，足以支撑。况且经商之事本来就是我擅长的，你呀就把力气留在朝堂之上吧，三郎那里多的是要用钱的地方。好。圣县那边，只采山中之药，怕不是长久之计。你可有别的打算？
这离开圣县时啊，我带走了几位伶俐的村民，教会他们种植药材。除此以外，胡麻、云台这些既可以入药，又可以做吃食的野药种。长安百姓多喜食胡饼，这胡麻往上一撒，更增风味，定不愁卖价。这胡饼是你自己想吃吧？假公济私。说的好像你不喜欢似的。这每次喝羊汤都要放上好几块饼的人，你还说我啊？这青壮年男子呢，除了耕田种植药材，还可以押送货物。我还找了几处闲置不用的房子，将它们改成了女子做工的作坊。我和小春、孙大娘、阿满亲自去教大家手艺。哎，你看，你得刮成差不多像这样。你这里绷得太紧了，这边可以松一点。慎县那边，你可有打算开医馆？自然会。这穷苦百姓看病本就是艰难，若是这县中没有医师，便要来长安看病，路途遥远不说，哪怕这身子啊能够支撑得住，可是这一来，食宿又是一大笔开支。可医术精湛者，大多都不愿意去荒僻之地。慎县的医馆，谁可坐堂呢？我打算找2位如小春般心中有医道的学徒医师坐诊，这样既可以让他们历练自身，精进医术，又可以解百姓之难。当然了，这些只能用于寻常小病，若是遇到疑难杂症，我已经让我的商队准备了快马，可以接小春前去为大家诊治。你考虑的倒是周全。这圣县的医馆呢，是无偿看病，只收药钱。若是遇到病患无钱，其家人或是其康复之后，可以用劳作来抵押。那你如何断得来之人是真的没钱，还是想占便宜？我已经请于县令拟了一份这县中贫困户的名单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既然看病都不收钱了，你就没想过将这药钱也免了？生米恩，斗米仇。若是行善，最后形成了烂好人，只会助长他人的贪婪之心。何况济民之业需要细水长流，若是处处赔钱，也难以长久。更何况，我若是分文不取，那便是坏了行内的规矩，到最后只会徒惹麻烦。你这般通透练达，倒是我多虑了。可惜三郎不在，他若听了，定十分欣慰。这饭呀，都要多吃2大碗了。你放心吧，力所能及之处，我会尽我的全力。朝堂之上就靠你跟圣人了。但愿你们可以早日铲除奸佞，消除苛政。药方已经开好，只要按顺序做，我都会好。多谢医师，这是多谢您快快请店主，圣县的村长在门外等候。好，你先看一下。多谢医师。小心，在了。那边。牡丹姐姐，昭昭，店主，村长，昭昭，牡丹姐姐，阿娘做的香包卖了好多钱。阿娘说今日进城，我可以买2包焦牙行。当然可以了。姐姐再多送你几包，到时候带回村里，同小伙伴们一起吃啊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有劳了。姐姐，你的铺子叫什么呀？你看啊，昭昭，我的铺子叫做雾庸堂。雾庸堂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通达万物，化行天下，了悟中庸之道。什
什么是中庸？为何要悟它？四叔开课的时候，昭昭可要用心听啊。待到村中的云潭花开，先生便会讲到此处，到时候你就能明白“毋庸”这2个字的意思了。萧将军，请。父亲，那我便不打扰将军父女叙话了，告辞。为父若不亲自来一趟，你还乐不思蜀，不想回河西呢？才没有呢。女儿也很是想你们，我也很想回家呀。只是那门亲事，为父已经和大王说好了，亲事作罢。雪溪来日想嫁何人，自己挑便是了。可宁王不会轻易放我走的。父亲，您可是答应了他什么？朝堂上的事，你无需担心，为父会好好的护着你，照顾这个家的。王小卤虎皮凤爪，一缩就脱骨，超爽超满足；一缩就脱骨，超爽超满足。追剧就吃王小卤虎皮凤爪，累计销售12亿袋的王小卤，邀您观看锦绣芳华。荷兰高端健口奶粉海普诺凯不止全面营养，更有顶奢荷兰 A2 蛋白奶源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开胃消胀助消化，江中牌健胃消食片，邀您继续观看。我赢了，结实吊幽兰拿来。我以为你会送别的，怎么又是牡丹花？哎，你这个人输了就是输了，还拿我打岔，人家都要走了，一本琴谱都不给，真是小气。雪溪，我这送别礼是花，也非花。什么意思啊？初见你那日，你如天仙下凡，救我于危难，此情此景，我永生不忘。你这礼呀，实在是太用心了，我好喜欢。喜欢就好。这么看啊，我也不算输。待你觅得良人，大婚那日，我必将结实吊幽兰当做新婚贺礼送你。得与你们亦是雪溪之幸，感谢这些时日的相伴相救。山高水远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来日方长。何店主，张总，我看看。何店主，忙吧。好。走了一圈，感觉如何？人丁兴旺，欣欣向荣，
简直不像上次来的那个圣贤了。你不是一直想为毋庸堂出份自己的力吗？啊，这眼下呀，有一件难事，我思来想去，好像只有你最适合。何事？试药，你可敢？你和小春做的药，我放心的很。拿来吧。那实在是太好了。起来。啊。行了，将衣衫脱了吧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试伤药自然要抹到伤处了。你旧伤那么多，自然可以试出哪个药效更好了。药给我，我带回去吃，过几日告诉你效果。毋庸堂的规矩，试药的时候必须由我或者小春一人在场。若是出现什么意外，也可以及时处理。你受伤昏迷的时候，我什么没见过啊？怎么？难道是蒋军害羞了？本花鸟使万花丛中过，怎会羞这个？太好了，正好行医之人也不分男女，那就拜托蒋军帮这个忙了。啊。此药可以平复疤痕，即使是陈年旧疤，也能消除很多。好。蒋朝阳，我可以保护好自己，以后不必再为我涉险了。你脸怎么红了？胸口涂的药有些微微发烫。这个药里面有一味姜黄，无妨的。当初你送我玉书的时候，就是怕我累，让我梳梳头，松反松反。可你又何尝不累呢？花鸟使在外，需要一直戴着面具。回家了，便摘下吧。蒋朝阳，你在我的身边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。我没有伪装啊，和你待在一起，我向来很轻松。你受伤昏迷的那晚，梦到过一个女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有吗？我可有说什么胡话？没说什么，只是紧紧地拉住她，不让她走。啊，方才忘了，晚些和三郎还有事要议，先回长安了。今日开心，多饮一点。来了，还有，先婚者全也。哎呀，牡丹，临别之时，我也有一个礼要回你。
上元节那日，虽知本想借日月圆，向心中之人剖白心意，可谁知那人却因他受伤，令他满腹自责，不敢开口。朕要重修骊山行宫，户部哭求，原来全都进了他郑寿德的宅邸。这查出来就有50万贯，查不出的还不知有多少。这国库不应该姓李呀，应该姓郑才是。陛下息怒。陛下，臣久在户部，深知大小税收，从刺史到长安的郎中、侍郎、尚书，层层剥削，入库之数十指寸算。臣虽然拿到了真正的账簿，可我查遍了郑宅，那50万贯仍不知所踪。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。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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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地美味等你来，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，出行应急不等待，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。喜之郎果冻，多点关心，多点爱。喜之郎举弱果冻，邀您继续观看。陛下，户部贪墨已是成科，望陛下严查户部上下所有官员。郑寿德做尚书之位不久，就敢做真假账簿，难保背后无人撑腰。听闻此人乃宁王举荐，往日私交甚密。您也说了，郑寿德调回长安不久，和大王偶有走动，纯属正常。御史大夫无凭无据，怎可攀咬大王？陛下，本王广结天下英才，举贤不必亲疏，只是为国为民谋福祉。谁想到郑寿德辜负本王，欺瞒陛下，本王痛心疾首，失察之罪不可推卸，请陛下降罪。皇兄，你的忠心，朕从未有疑啊。陛下惦记兄弟之情，可您是万民之主，心慈宽纵，那伤害的是整个社稷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陆侍郎处事未免太不知轻重了。结党营私是要查，可眼下最重要的是查出那50万贯。毕竟各地天灾伤情累累，已是火烧眉毛了。江山为先，如陛下信任，本王必在3日之内查出贪墨钱帛，勘破此案。如若不然，那50万贯，宁王府倾家荡产，抵交国库。大王，哎呀，都怪我昨夜大醉，来晚了，未能替大王骂他们几句。我都听说了，这50万贯不是小数目，若真这么交还国库，委实可惜。依我看了，不如舍几个小官，让他们把钱凑一凑。
郑寿德丢失账簿的寿宴上，听闻随之也醉得厉害，早早的就离席了。大王也是知道的，我向来贪杯不知节制。陆楚从前谨小慎微，唯唯诺诺，怎么郑寿德一来就变了模样了？兼做了转运使一职还不满足，如今都敢冲大王发难了，是何人借他的胆子？随之平日只爱招猫逗狗，若也变起模样来，我为大王忧心，特意赶来好心献计。子叔如今无职在身，遇事无法为大王效力，便生出这挑拨离间的闲心了。还是说，依旧对我们家牡丹念念不忘呢？随之啊，别的倒无妨，只是本王记得你酒量甚好，那晚未免醉得太快了吧？鼠狗贼！牡丹，最近我跟小春研究了一副新方子，可以提阳气、驱风邪，还可助眠。这个月卖得很好，要不要试一试啊？是吗？牡丹可是怨我日夜饮酒作乐，体力虚浮，想要为我提提阳气啊？正是呢，郎君身体康健，妾身一时受孕。郎君随我来。蒋长阳，你领结这道胡痕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是无意间从哪蹭了胭脂，那何必大惊小怪？给我看看，休想骗我！你明明说昨夜是和汤四郎去喝酒的，哪来的胭脂啊？哪来的？他带的美姬喝醉了，他不小心撞了我一下，还躲！当初那我谁说的千好万好，可如今却用我给你赚的钱去供别的美姬作乐，任我一个人独守空闺。蒋长阳，夫人气性怎么这般大？我脱了还不行吗？今日我只陪你。夫人，别生气了。这个不行。郎君，人都已经撤了。哇，爬这么高，可真行啊！不愧是花鸟使，随便一选就选了个最贵的要砸。你生意都如日中天了，还怕我砸这么两下？哎，咱们的契书是如何分立的？拿我看看。天气如此之热，得给大家寻一丝清凉。这里有花鸟使让我送来的夏凉好物，凝香扑鼻，茶成上品。又如何说是夏凉好物呢？按维他配方调配即可。原来是维他柠檬茶。这茶色纯正而独特，喝得让人心情愉悦，感觉这眼下都凉爽了几分。我要拿给牡丹尝尝。维他柠檬茶，本色就现在。人都盯到我这儿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将户部贪墨之事捅破，几次三番的折腾，宁王对我越发起疑了。契书一式2份，我的那份，来之前我已经烧了。你是怕宁王对你动手，会牵连到我？你的店铺园子，我没费半点精力，收了这么久的利钱，我早就回本了。如今
你还有乌庸堂需要打理，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。少了我这个讨债的，你更能大展宏图，不是？也好，反正我生意不断，若是日后你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我还能有钱为你周旋着。你投了本金的铺子，多少利钱我都给你存着，咱们的关系不是靠一纸契约维系着。我知道你讲义气，但实在我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你，我希望三郎能赢。好。张朝阳，一切当心。听你方才所言，我心中踏实得很。若真要有不测，小则店主养我一辈子，大则爱妾替我收尸烧纸。谢了。侍郎的这份名单，倒是让本王有些糊涂了。大王，这些都是向郑守德行贿的官员，说他们是同党，有据可查。舍了这些微末小卒，无碍大王把握朝堂。侍郎与宁王府素少来往，今日出谋划策，本王何以为报啊？郑守德不幸折了，大王走不得容纳，不识抬举的路处，做尚书之位吧。大王，下官仰慕大王已久，如今正是下官为大王、为朝廷立功表忠的时机。大王，求大王恩准。张求兄立功心切，倒是思虑不周了呀。为了些钱，让大王折损了这么多忠心的臣子，这让外人看了不寒心了。下官实在是不知如何凑出50万贯。刘局，你心思缜密，可有什么妙计呀？有倒是有，就是不知道张求兄可敢为之啊？为了大王，下官愿赴汤蹈火。郎君当真决定好了？张求峰已经从宁王府出来了，我们别无选择，交给你和芸娘了。是。明日牡丹店里越忙越好，千万不能让他掺和进来。是。要给我，3个给大娘。大娘，怎么回事？都挤着今日来了。大娘，您身子无碍的，这几副药吃完以后就会好转了。您拿着，我给您慢走啊，娘子。您等一下。哎，梁子，您没事吧？连州。裴忠看起来温文尔雅，实则性情暴虐。闺房之中，喜欢诱骗。你这身上
旧伤叠着新伤，伤口若是生阳化脓，只怕会危及性命。你可否暂且避一避，好生养1个月？一件礼物而已，哪有资格说半个不字？牡丹，我选错了，我当初应该听你的，离开长安。连州，只要你现在愿意，也来得及。我可以助你逃出裴宅。牡丹，一品湖和水仙花枝融合，可以令人生出红疹、皮肤溃烂之病。到时，我让小春前去替你医治，就说你害了痘疮。以裴忠的性子，他不会在乎你的死活，但为了不让恶疾传染，他定会将你逐出宅门。到时，你便自由了。再造真，连州莫齿难我。连州，快起来，慢点，小心啊！快起来。从头开始一定很难，但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你要珍重自己，没有任何人值得你卑躬屈膝。儿时我有父母护着，他们不在了，我便寻求一个又一个男子的庇护。我好似已经忘了自由的滋味了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聪慧灵巧，又通人情世故，你擅长刺绣，对女子的衣裙也颇有研究。待来日，你可以开家属于自己的裁衣铺，定会生意兴隆。你可知乌庸堂开去了圣县，那儿的农妇虽不识字，却也能靠手艺养活自己。更何况是你，离了男子，也照样能把日子过好的。小春说的没错。连州，寒毒的花枝，我叫人即刻炼制，3日后送去裴宅。好。牡丹，若有机会，你也尽早离了蒋长阳吧。宁王要对付他，你莫要被他牵连了。宁王要对蒋长阳做什么？裴忠说，宁王要将贪墨之事安到蒋长阳的头上，拿他的家产来抵户部亏空，只怕还要拿他的命来平息百姓之怒。张求兄，哎，公事公办啊。这么大的惊喜！拿下！这都是百姓的钱，接着搜。是。官人，这不能进！闪开，闪开！官人，官人！全被大官，这么多！
动过了多少民脂民膏？快打他！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不想被你看到这一幕。蒋长阳，我告诉你，自打跟你签了第一份契书开始，我便跟你在同一个坑里了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同你一起面对。你交给我，动过了多少民脂民膏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不想被你看到这一幕。蒋长阳，我告诉你，自打跟你签了第一份契书开始，我便跟你在同一个坑里了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同你一起面对。哎，分开！分开！活该！别动他！张秋风，我少时半驾，与圣人朝夕相处，你一介寒门小官，你敢动我？是你作孽太甚，圣人再难相容。圣人致书已下，还不认罪领旨？臣恭听圣谕。光禄寺少卿兼花鸟使蒋长阳结党谢职，吃味素餐，窃取公堂，证据确凿。朕念及汝今年侍奉之苦劳，心痛之至，不忍过苛。即日罢其职务。蒋长阳受财枉法的贪墨所得，违律行商的店铺私产，尽数抄没，以充国库。解开。蒋长阳，领旨吧。臣冤枉啊！呸！这些钱帛啊，还有你府中那些奇珍异宝，加起来不止50万贯，你有什么脸面喊冤？啊！这一半是我盈利所得，一半是各路官员对我行贿，受贿之罪我可以认，但贪墨户部税收这等大过，我不能认啊！对了，这些年各路官员行贿，我都有记账。烦请张囚侍郎替我递交圣人，还我清白。贪官污吏，一个都不可放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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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吵！好你个泼皮无赖啊！大祸临头了，还要在这儿胡来攀咬旁人吗？有没有攀咬？你一查便知。递交圣人，惩治贪腐。递交圣人，惩治贪腐。递交圣人，惩治贪腐。递交圣人。二等草民无需多言，此事自有圣裁公断。走，你就严惩这个狗官。走。这都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呀！张长阳，等一下，别误伤好人！等一下，何店主，你心慈行善，为什么非要与这种狗官为伍？他就是想主的小妾，蛇鼠一窝的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妈，也不能这么说，我阿姨的病就是何店主家的乌庸堂治好的。何店主，你赶紧离开这蒋长阳，否则就被他连累了。无论外人说什么，在我何卫方的眼中，你蒋随之就是跟我最相配之人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行贿之人，皆是门阀大家出身，一举一动牵连全局。宁国于君子而勿施于小人，这个道理，你不会不懂吧？蒋长阳最好脸面，让你去断他后路，不是让你往他脸上踩。如今被狗反噬，
还牵连了大王的人。下官实在是没有想到，蒋长阳如此无赖，丢了官也不让别人好过，不惜得罪士族与大王。不过，此案闹得满城皆知，一并处置，倒是得了百姓的赞誉，于大王的声名也有利而无害呀。张求兄这功也算立了声誉啊，打压了陆楚的气焰，让人记你为户部尚书，朝臣无法置喙。这户部啊，仍是大王的掌中之物。至于这官缺，慢慢谋忠心得力之人顶上便是。郑守德无用，你能否坐稳尚书之位，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谢大王提拔。契约虽简，但你我的关系，恐怕还是会连累你的生意。要不，我若是现在离开你，那在外人眼中，我不真成了趋炎附势的小人了。忍着点儿。如今靠你吃饭的人实在太多，当以大局为重。大局便是，少了几个因为你来我这里买花的贵人，但我的生意依旧是红红火火。花满柱还有青书斋，卖的大多都是物美价廉的百姓用物，而乌庸堂更是靠女医和平价药方取胜，哪一方面都不会被你波及。那就好。好什么好？别人做好官，都是树碑立传，千古留名。而你呢，无人知晓也就罢了，还要被百姓喊打喊杀。我做了什么？三郎知，老师知，你也知，够了。你在我面前总是说一半藏一半，我可不敢说我治你。我有时怕他们担心啊，我也曾，不是只对你。我跟他们能一样吗？你以后不要再瞒着我了。张求峰是我们的人，既然打消不了宁王的怀疑，你便舍了自己，保张求峰上位。也不只是为了他。6部、2京13道、30多位贪官都会受我牵连，不日便会被清查下狱。其中就有一直搜刮圣县的刺史，空出的位置，日后也会慢慢换上清正良臣。大业重要，可你的平安也很重要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宁王真的下死手，利用民怨，逼圣人处死你，你当如何？宁王不会，他对我的处置太重，他的人也会遭殃。何况我之前助他良多，他对我的怀疑也没有实证。如今这般对我，也只是试探与威慑罢了。你如今没有了钱，日后为三郎做事多有不便。再有什么行动，你提前告知我，我有商队，进出长安不嫌远。你开务庸堂已经是为国尽忠了，朝堂政事还是不碰的好。蒋长阳，你我之间非要这般见外吗？
连州用了花枝，1个时辰前便该发作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？别急，再等一等。人定来了。走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本来收拾好包，欢欢喜喜同我说过了今晚就能离开裴宅了。可他还未将店主给的花枝倒入水中，也让那裴仲脱了去。连州好歹是宁王送给裴仲的，他如今死了，裴仲就这么对他。夫人刚被他的时候也求过大王，可是寨中死的女子太多了，个个都是真的。义军草新人去乱葬岗，没有人在乎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总是晚来一步？为什么我总是救不下你们？苦向身为女，危楼难再枕。珍宝珠3条，又软又好嚼，缤纷果味，酸爽滋味，分享不停，快乐不停。珍宝珠3条，好吃又好玩，五彩每天。珍宝珠3条，邀您观看锦绣芳华。荷兰高端进口奶粉海普诺凯不止全面营养，更有顶奢荷兰 A2 蛋白奶源，邀您继续观看。麦吉利雪白瓶，拦截3大促黑信号，一黑先一步，2周匀净白。麦吉利雪白瓶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开胃消胀助消化，江中牌健胃消食片，邀您继续观看。连州这比头次见时还好看。夫人，你终于解脱了，终于可以跟你姨娘团聚了。连州，愿你来生顷刻未足，无忧自恣。郎君慢走。你不在府中好好避风头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六郎说你心绪不佳，我看乌庸堂生意如旧，可是别的铺子出什么事了？连州死了。他去了裴宅，
也难怪。前几日我们还说好，等他逃出裴宅，便自由自在地活着。无论是圣意、哑女，还是连舟，我都没能救下他们。乌庸堂救下的人还少吗？你又不是神仙，何必苛责自己？是啊，世事无常，人命脆弱，所以我们更要珍惜眼前之人，不是吗？姐夫被罢官，姐姐仗义照佛。独处之时，他是不是更加珍惜姐姐了？六郎，你有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之前你一直劝我要搬离蒋府，而如今，你不仅喊蒋长阳姐夫，还让他来看我。说实话，你们是不是背着我做了什么？姐姐可还记得那白玉簪？六郎，你不该这么做的。这世上除开姐姐和阿娘，也只有你真心待我好。我不愿看到你因为蒋长阳而伤心流泪，也不想有一日你会不要我了。我既然说过会替圣意照顾你，我便一辈子都是你的姐姐，我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同样的，正是因为我是你的姐姐，你犯了错误，我便有责任教导你。六郎，与人相交需要至诚至信，用卑劣的手段获得的人和物，终有破灭失去的一天，你明白吗？六郎明白了。你既然心中有畏惧，又为何将此事告知了蒋长阳？那日姐姐被劫，他带着我一路疾驰，途中血流不止，也一声不吭。事后还要我偷偷将马鞍上的血擦净，怕姐姐看了内疚。我看清了，他是真的很在意姐姐，便将真相告知了，好让他能够亲自跟你说。谁知道他畏首畏尾的，我都急死了。六郎本性纯良，有恩必报。如今知错就改，此事就算接过了。但是日后莫再犯糊涂。还有，日后若是发现蒋长阳在为我涉险，不许再替他隐瞒。是。姐夫之前也安慰过我说，你不会不要我的。他比任何人都懂你。姐姐如今知道了前因后果，莫要再伤心了。姐夫他真的很爱重你的。知道了，喝你的茶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学点功夫傍身，反正你赋闲在家中，不如教我。你毫无根基，学不会的。
没有笨徒弟，只有懒师傅。看招！这般如何学呀？谁说我不能学了？你之前教我弹弓的时候，不还夸我手劲大呢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一个大门不出的闺阁女子，我之前还常常撂石锁呢。那大夫能习武，为何我不能？大夫那是从小练的，我此刻练也不晚。如今我所行之路，若是有点功夫傍身，关键时刻也能自保嘛。行，不过别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你想小有所成，少则3、5年，还少不了皮肉受罪。放心吧，我是谁啊？我是何为芳，我不怕吃苦。向前挥拳，右手抵挡攻击，左手攻击腹部。不行啊，你这下盘不稳，不如换个轻巧的招式。谁说我下盘不稳？练了半日，喝点茶吧。对了，六郎折断的簪子，你还留着呢吗？我这么一毛不拔的人，很是吝啬。你不若把那个缎簪还给我吧，我找人拿金子熔了接上，无论是自带，还是当了，都不浪费。缎簪留着不吉利，我已经扔了。既然是方圆救火的谢礼，心意我领了，你就不必再破费了。扔了。嗯。今年倒春寒，凉得很。你怎么把地笼捅了？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，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，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，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。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，各地美味等你来，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，出行应急不等待，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。喜之郎果冻，多点关心，多点爱。喜之郎举弱果冻，邀您继续观看。豆多多，豆多多，美味曲奇趣多多，邀您继续观看。进。江城阳，我屋子里的地笼坏了，实在是太冷了，我要在你这里借宿一晚。这样便不冷了吧？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去偏房睡。等一下，这全府上下都知道我来你这儿了，你若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大家肯定多心，会怀疑我们不睦的。怎么，害羞了？花鸟使万花丛中过，演了这么多场戏，还怕这一场戏吗？自然不会。那你先睡，我看会儿书。
雪心有没有给你写信？也不知道他过得如何。有时候没有消息，亦是好消息。他走的时候，送了我一件秘密大礼。你可知道是什么？你们女子之间的秘密，我可不想掺和。你是不想，还是不敢？你白天又是经商又是习武的，不累吗？快休息吧。你这屋这么亮，我如何休息得了？这样便可安心睡下了吧？那我继续看书了。等一下，这么暗你看书，你小心眼睛瞎了。行了，一起睡吧。又不会占你便宜，怕什么？你这一直看什么呢？上面什么都没有啊！蒋长阳，你要是睡不着的话，不如像上次在宫里那样，我们说说话。说话费神。明日还得进宫去见三郎，不如去赏月。别折腾了。你开了窗，那热气不都跑了？之前小春不是将你身子调得很好吗？这般怕冷，哎呀，以后记得多泡泡汤泉。蒋长阳，那些未点亮的河灯，我好想看一看。一定比15的满月还要美吧？行了。睡觉啦。你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朕？真是太让朕失望了。只要陛下能消气，就算今日把我打死，我也甘愿。你就是仗着朕拼着就容你。我虽已不是花鸟使，但仍日日记挂陛下，有劳有义，龙体康健，江山方可永固。我为陛下寻来10只顶好的斗鸡，羽翼奇特，陛下可愿看看？哼，难得你还有这份心。重新煎2盏茶来。是。三郎，陆楚死了。罗侍郎选择做这冒头告发之人，早已做了4旨。地斩，照顾好他的妻儿。
气如此之热，得给大家寻一丝清凉。这里有花鸟使让我送来的夏凉好物，凝香扑鼻，茶成上品，又如何说是夏凉好物呢？按维他配方调配即可。原来是维他柠檬茶，这茶色纯正而独特，喝得让人心情愉悦，感觉这炎夏都凉爽了几分。我要拿给牡丹尝尝，维他柠檬茶，本色就现在。他们昨夜被宁王斩了，为何？什么？宁王想用陆侍郎一家的死震慑朝臣。我本该在事发前将他妻儿送出长安的，当初怕打草惊蛇，没想到宁王如此赶尽杀绝。在这儿，朕不想再等了。咱们的人陆续就任各部，只要科举改制，顺利推行，春闱过后必定会士气大振，正义济世。会否操之过急？我们的人财长势权，根基还不够稳，机不可失。再等下去，只怕宁王又会安插自己的人入朝。咱们只要有河东渔场的大军在，定保无虞。先帝即日将至，余将军与先帝情同手足。如今边境安宁，他带兵回京祭拜先帝，报平安盛世，尽臣子之心，合情合理。传信河东吧。是。你是不是最担心牡丹的安危？去世前，我会送他离开，保他无虞。您与他相识甚久，定知晓他的过往。他为何总将人拒之千里之外，一个人面对所有呢？随之，可与你提过寿昌公主。随之年少入宫时，寿昌公主便待他亲厚。随之没了母亲后，性子变得更加桀骜。每与人打架，寿昌公主都会护着他。在随之的心里，寿昌公主是长姐，更是至亲。难道公主的死也跟随之有关？罪魁祸首并非是她，可她却自愧至今，难以放下。当年孟州遭遇天灾，她忧及家乡安危，提议上侍太子的三郎和寿昌公主一同微服私访。当年负责赈灾的正是宁王。宁王上报赈灾及时，灾民得以救治。可他们到了孟州，发现孟州犹如人间地狱。圣人大怒，想要治罪当地官员。随之担心暴露身份，会让当地官府掩盖罪证，提出不如暗中搜证，直接提交大理寺，打贪官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但他们不知自己的行踪早已暴露。宁王派人伪装成灾民，放了一把火。随之拼死救出了三郎，却没能救出寿昌公主。眼睁睁地看着公主被大火吞噬。醒醒！更令随之无能为力的是，公主蒙难的大罪被宁王推向了几名无辜的灾民身上，说他们欲偷赈灾粮，放火作乱，连累了公主。随之，因为公主和灾民惨死于面前而自责不已，更因见了哀鸿遍野，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。所以，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决定要做一个抱满天下的花鸟使。怪不得他如此怕火，
随之自愧，这条命是欠皇家的，他不配拥有任何私欲。可我看得出，他爱重你。正因为这份爱重，他心里怕极了。他怕你会和寿昌公主一样，被无辜牵连。可我不怕。他自称这么多年，早已经够了。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他自苦。去我的院子里喝点酒，赏会月。顺便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你院中的月洞门开得不好，每次去都得绕路。改日啊，当重新修修。今日我累了一天，就不去了。告辞。从此你我再没有任何的阻碍，贾长阳，我对你的情谊，你逃无可逃，避无可避。你曾经说过，若是我有难，你见此必定会来相救。但你可知，我之所以钟情于你，并不是因为你能保护我，而是因为你是没脸没皮的蒋长阳，心有大义，却以玩世不恭来遮掩自己，方方面面皆生成了我喜欢的性情模样。你所有的苦衷还有事情，淑妃都已经告诉我了。如此时局，在我身边与你是滔天大难。我明白，你所谋之大业危险重重，所以你不敢靠近我。可是我不怕，不管这一步、百步。是福是祸，由我来走向你。哪怕这个蒋长阳会害死你，从此以后，没有你我之分。我们做真正的夫妻，做真正的家人。太平盛世，我同你共创。年少时，我曾自负地认为我可以保护很多人，最终却看着他们死于非命。我所谋之事，并没有十足的胜算。我欠的债，我可以以命相酬。但我不该拉着你来玩。私欲跟大义为何不能两全？
蒋长阳，你为什么都不敢试试呢？天地广阔，何必因我困在长安丢了性命？放下我，早日将无庸堂开遍大江南北，才是何为王应当过的日子。蒋长阳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不怕死。可是我怕，我怕你死。